还剩下10几天就满4年了，你还要打多久？那这些越打下去，对于乌克兰其实是越不利。对，因为他没有占上风的条件。川普总统去年就在白宫跟他讲说 ，You have no cards。那他的卡没有变多嘛，他手上牌并没有变多啊，越打越少。我个人认为，这些改变对于大局来讲撼动不太大啊。你已经俄罗斯占领的地方就不会还你嘛。你要不要现在就是和平协议？你要不要就地以现况结案？还是说不行？现况我受不了，我就要翻盘。问题是还剩下多少？俄乌战场上的最新态势啊，目前最新的发展是看到，因为乌克兰的后面呢，其实现在还有欧盟的大力支持啊。不过最近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这个礼拜呢，针对俄乌最新的这个状况，他表态了。他说，一旦俄乌冲突结束，北约成员国的部队就会踏上乌克兰的土地，不仅涉及到地面部队，还将会包括空中战机以及部署在黑海的舰艇啊、舰船等等。但德国《世界报》跟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汉姆特史密特大学最近呢就推了一个兵推啊，结果这个结果呢却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啊，因为呢他们是假设2026年，就是今年的10月份，如果俄罗斯入侵立陶宛的话，那俄军呢，只要用15000人的兵力，在几天之内就能够摧毁北约哦，是北约的战力，而且是控制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军方对于这个兵推的结果啊，则是表示，这个是持保留的态度啊。那立陶宛的国防参谋长也表示说呢，立陶宛拥有这个足够的情报预警，目前立陶宛呢也有58000人的兵力是足以应付的。真的吗？邱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其实蛮符合我们的预测，最主要是要看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演习响定嘛，最主要是要看它演习响定，因为立陶宛跟俄罗斯除了海外飞地以外，其实并没有直接跟俄罗斯接壤，所以这个兵推其实很可能是从海外飞地，从波罗的海这边。那在内线，其实立陶宛的边界防御就是铁丝网加水泥墙就没了，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很正常。但是你如果说是从东线，现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立陶宛并没有直接接壤，是白俄罗斯跟立陶宛才有直接接壤。对，所以最近其实欧盟一直在吵的，其实并不是俄罗斯，而是白俄罗斯。那立陶宛就波罗的海几个小国不断的在讲的是他们跟白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他们感觉不安全。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并没有实际上看到他们兵推的过程，但是如果是从俄罗斯的在波罗的海的海外飞地，那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就是1000人也可以，因为你要翻过那个围墙，他在围墙旁边是没有任何的警戒，他的部队是放在第2线。那甚至我们可以讲，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兵推改换一下好了，今天不是俄罗斯入侵立陶宛，而改成乌克兰入侵立陶宛，搞不好军队数量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对，因为现在其实欧洲最强的陆军，欧洲军力最强的陆军是乌克兰。所以我们过往一直在看，就是北约其实是由美国撑起来的。那拿掉美国之后，北约的部队到底还有多少能够打仗？这是我们非常质疑的。再来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成品，北约自己本身的训练，还有北约自己在面对现代战争的准备是不是足够？对。那其实我们从2022年之后就看了非常多北约的一些军事专家，包含一些退休的高阶将领，不断的出来讲，就以目前北约的情况，真的是不好。所以现实状况就是北约是很需要美国的哈。那因为刚刚邱老师点到一个重点，《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这次兵推其实就是模拟在没有任何美军的主导下，也没有美国的军力，完全是由欧洲的军队单独去面对这个俄军的攻势哈，才会造成这个兵推最后结果是15000名就能够让俄军进到这个立陶宛的境内啊，如入无人之境，也会对于这个北约的军队呢造成重创。那所以问题来了 ，Russ， 你觉得那如果美国知道，那
刚刚邱老师也讲了，北约也很清楚，他们是非常需要美国的。万一真的发生刚才那个假设的兵推情况的话，可是美国从之前乌克兰跟俄罗斯发生这个战争来看，就没有介入啊，所以呢，将来会介入吗？不会吧。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对不对？所以美国怎么可能会介入，对不对？北约也不能介入，但是。和平协议的，我说5·2的和平协议的，大概的方向，其实早知道，那不是如果不是用北约的名义，那就是这些欧洲国家，包含军事能力比较强，德国、法国、英国可以自己派兵到那边去。所以这个虽然会跟北约会有一些 coordination， 一些协调，但是。不是以北约的名义啊，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很好解决。所以这个兵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北约自我提醒、警惕，就是如果真的没有美国的兵力来帮助的话，其实北约的军力是堪虑的。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对川普的有这个质疑，但是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放弃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所以。其实我认为北约国家也知道这件事情。虽然川普对北约有很多批评，但是他也知道在最近几年，其实很多北约国家国防预算的确是有提升了。但是重点是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放弃北约了，所以我觉得万一今天发生事情的话，那川普还是会按照北约的条约。但是对川普来说，乌克兰。根本不是北约的成员，那我当然不会派兵协防，就这么简单。好，但是有没有可能跑到第一线，还是说先让欧洲的国家去应对？就是北约的这些成员国，但是以欧洲的军队当做第一线，然后美国在第二线呢？那没有第二线了，川普不会派兵到乌克兰去。OK， 好，这个就是你的结论嘛。那所以你看哦，最近在俄乌战场上，如果我们看战场的态势啊，因为乌军最近在战场上对俄军发动了一连串他们所谓的特攻，其中呢包括像是呢跟这个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合作啊，他们阻断了俄军的星链卫星网路。纽约时报也分析说，俄罗斯无人机上的星链连线，还有呢前线部队的卫星通讯网络都因此而中断了。这个变化使得俄军会倒退几年，被迫重新使用有线网络，还有 WiFi 无线电通信，以前比较老旧的过时技术啊。那另外呢，俄罗斯总参谋部的一位高阶军官第一副总参谋长，在2月6号，他是在公寓大楼外对不起是。莫斯科公寓大楼内遭到枪击身亡。那所以现在看到，我先问一下黄老师啊，这个星链的卫星网络的中断乌方是认为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呢，你觉得它会是一个扭转战局的关键吗？我们先前已经提过很多。问题是 SpaceX 支援乌克兰的星链也有被俄罗斯干扰，对，然后变成它的效率降低的，这个也发生过。所以低轨卫星或者是这种靠太空通信科技，在战时能够发挥到多少的功能，也要看谁对谁。信息战、资讯能力越强的国家越能够掌控。我个人认为，这些改变对于大局来讲撼动不太大啊。你已经俄罗斯占领的地方就不会还你嘛。对不对？从整个大势来看，对大势来讲，你要不要现在就是和平协议？你要不要就地以现况结案？还是说不行？现况我受不了，我就要翻盘。问题是还剩下多少？还剩下10几天就满4年了，对不对？还要打吗？就这个月了。对啊，那个你还要打多久？那这些越打下去，对乌克兰其实是越不利。对，因为他没有占上风的条件。那个川普总统去年就在白宫跟他讲说 ，You have no cards 。那他的卡没有变多嘛？他手上牌并没有变多啊，越打越少。所以邱老师，我们最近看欧洲发生一个事情，也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立陶宛立陶宛真的最近针对他的外交失策。有跟台湾有关的他也特别强调说，这个当初做的这个外交决策呢，很像是冲到了正在行驶的火车前面这句真的形容蛮贴切的。那他点出的其实是一个国际现实，就是说，当立陶宛没有了欧洲的支持的时候呢，其实他就独自面对。现在我们谈到了乌克兰也是一样，如果万一
欧洲抽手了，其实对乌克兰不是更不利了吗？对啊，我们现在在看战场的情况，因为我们从2022年一路追踪到现在，那很快即将进入到第4年。现在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说，他最想结束的一场战争，绝对就是俄乌战争了。但是最新我们看到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跟美国3方的代表在周末前呢，齐聚阿布达比展开正式的和平谈判。可就在这个会议登场前夕啊，莫斯科方面却对外放话，这句话是不割地，战争不会停。那意思很清楚了，顿巴斯俄罗斯是要定了。那这句话呢，也等于就是判了这个谈判几乎是没有结果，又是无疾而终吗？当然也点出了现在俄乌战争的现况呢，不是靠着一张谈判桌就能够解决得了争议。而根据路透最新的报道呢，揭露这次阿布达比的谈判背后流传着一套所谓的安克拉治公式啊，就是前线冻结冲突，暂停大规模的推进，但是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内茨克仍然控制了20%的领土，大概是5000平方公里。而俄方呢提议动用目前在美国被冻结的50亿美元俄罗斯的资产，用来做什么呢？用来作为俄罗斯目前占领区的灾后重建。好，就在这3方谈判的前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网又发动了4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基辅有很多地方都大规模的断电。那这场谈判呢，外界也分析，从一开始就不是谈和平，而是边打边谈，逼乌克兰你就是要给我在谈判桌上签字。现在真的是非常难谈啊！这个俄罗斯也摆明了很清楚啊，黄老师，就是我要的，我打下来的，我绝对不可能还给你。顿巴斯你就让出来吧。好，那刚刚提到这一套冻结前线、要求割地这个安克拉治公式啊，有机会在这次的谈判谈出个什么让人期待的结果吗？这个安克拉治公式啊，其实你看它的背后，我常常开玩笑，好像是2打1，而且这是美俄在打乌克兰，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想，乌克兰可以撑这么久啊，也不简单，也蛮厉害的。对，虽然说我不知道泽伦斯基最后下场会怎么样，但至少你可以看他从战争初期到中期，拜登的支持，然后一路到现在，川普对他的背刺，其实泽伦斯基。当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但是我看他至少目前摆出来的态势，还是继续的抗拒，即便1对2，对，尤其是对美俄，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全世界你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同时1对2的。那泽伦斯基他现在的立场，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内部当然有一定的诉求，因为据说乌克兰内部对于割地这个诉求。大部分还是不支持的，但是乌克兰人民不支持，政治的现状可能并不是对乌克兰那么的友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8月的我们刚刚讲这个安哥拉治方案或者是方程式等等啊，其实里面对乌克兰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不只是割地，也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地区啊、卢甘斯内、顿涅茨克等等全部地方全部要割出来，还有呢冻结前线。也就是战争打到哪里，我们线就画到哪里。那表示不只是顿巴斯这些整大块地方，还有其他的地方，俄罗斯几乎就是直接占了地，就是他的了。以后怎么拿得回来？对，还有一些在去年讲了，其实非常的惊世骇俗的，就是说美国已经很清楚的跟俄罗斯讲好了，那乌克兰以后看看能不能考虑它就是变成中立，而且呢，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那这个其实加入北约就是这个战争当初对不对？几乎就是它发生的原因。那乌克兰忙了这么多年，结果回到了一个原点，等于是这个对乌克兰讲，花这么多的人命、财力，然后这么多年的这个痛苦，结果换来是这样，其实很不值得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和平的解放？其实这真的是看法两极。为什么有人说它和平解放？因为你只要谈了这个东西出来，甚至如果真的是就现状把这个暂定的这个领土划界画一画，那当然就结束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长期的消耗战，大家暂时可以回到比较和平的生活。而且呢，经济的这个能量重建的能量才能进去嘛。你打仗的时候，经济重建能量怎么会来？但是它为什么可能是拖延？
有人说是泽伦斯基在拖延，我刚刚讲过了，他要对内部交代，内部对他还是有很多这个大的这个压力。那另外还有一个拖延，就是说乌克兰它的主权的底线，当然就是这所有的土地。所以如果你现在放手的话，绝对拿不回来了。对，所以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我不觉得泽伦斯基真的有他的解放。这真的很难谈，所以这次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川普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不也提到了嘛？他说，其实他在中间斡旋呢，当有一方就是俄方这边好不容易跟俄方谈定了，乌克兰这边不答应，乌克兰这边谈定了以后呢，俄罗斯这边又不答应，真的不是他当初所想象的24小时之内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啊。不过现在川普又出招啊，他说他要向全球宣布一件事情。他说他要重写国际秩序啊，那他宣布呢正式成立和平理事会，而且呢宣称这个机制呢将会负责监督加萨重建，甚至暗示未来这个和平理事会可能会取代联合国的部分功能。所以也有分析就认为说，这是不是跟联合国在分庭抗礼啊？来说到联合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他们连 logo 都出来了，和平理事会 The Board of Peace 呢。跟联合国的这个会徽啊，还真的蛮像的哈，都是有这个橄榄枝在两旁。然后呢，你会发现呢，美国设计这个和平委员会啊，这个理事会呢，还有一个盾牌要保护全球，那不是跟联合国是差不多的吗？那到底是有什么意义？来，然后呢，白宫方面现在也提出了和平理事会8名执行委员的名单，川普呢，当然就是主席。然后呢，还有这位罗旺啊，他是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执行长。另外，川普的女婿 Kushner 也在这个执行委员里面啊。还有就是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另外就是彭安杰，这是世界银行的总裁。还有这位保加利亚的政治家啊，叫做穆拉迪诺夫。另外就是川普的中东特使 Witkoff， 还有美国国务卿 Mark Rubio 啊。这份名单有公信力吗？请问你 Ross？公信力我不晓得，但是至少还是会运作。短期之内，在将来3年，川普的这个任期之内，这个组织还是会在了。川普不会明天放弃，所以不能继续推动。不能说完全没有什么功能，至少还是会做这个加沙的重建。那会不会处理其他全球各地的战争、内战等等，真的是一个问号。但是不得不说，在过去几年联合国秘书长处理这些战争、内战等等，不管是5·2、非洲、中东，在我们印太地区、缅甸等等，完全无能，完全无能。这个秘书长真的没有什么效果，虽然他即将要下台了，不知道接班人是谁，但是联合国很早就让很多人很失望，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不管是解决难民、战争等等相关议题，但是尤其是在最近几年这些战争上，真的没有发挥。我说联合国没有发挥什么实质的能力，所以以后这个 Board of Peace 会不会在这些战争上有实质的解决的这个角色？不排除。你觉得会有实质的效果吗？会有这样的效力吗？联合国至少是一个平台，比如说国家 A 跟国家 B 有战争的话，那至少这个 Board of Peace 或许是一个平台，可以扮演这个调停人的角色。但是问题来了，川普很喜欢他自己扮演这个角色，那他怎么会让别人来？就是要做王，不是吗？对，所以你看这个 Board of Peace 至少几个人是他的人马 ，Kushner、Witkoff、Rubio， 所以即使这个 Board of Peace 在这些战争和平谈判有角色的话，当然不会超越川普本人的角色就对了。我还可以加一个，世界银行的总裁是美国，他要 OK 才能上任，也是美国点头答应才行的嘛。对，所以你可以发现，现在川普打算要成立的这个和平理事会，现在加入的成员大概中亚的比亚美尼亚、这个亚塞拜然哈，还有像是东欧的保加利亚哈、埃及、匈牙利、印尼、约旦 ，G7 都不在里面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G7 这些国家，本来是非常非常支持多边主义，还有这些国际组织，不管是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COP 气候协定的机制等等。本来就非常非常支持多边的主义，那他们都看这个 Border Peace 都是认为，虽然已经有10几个国家加入，但是还是美国主导，可以说99%都是美国做决定。对，好，美国主导，可是美国最后又决定退群，这是美国一向的一个习惯。你说像最新的就是他正式退出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然后还欠了一大笔的钱没有缴，说不缴就不缴了。那说跟我没关哈，那但是呢，在川普强调说他因为要透过这个和平理事会重建国际秩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有一种不同的做法哈，他走不同的路线，最近在联合国他就成立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已经有40多个国家参与。那同时间呢，也加强跟古巴、像拉美还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方更是直接喊话说，大家要捍卫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单边的命令其他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现在面对川普这个不断的出招，想怎样又怎样的风格啊，因为确实这是川普，他就是川普，他就是觉得不然你要怎么样啊？那中方不是以静制动，而是以动制动的这个大战略，倩姐怎么看？我们回去再看一下川普他的和平委员会呢，是把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一个机制呢在扩大。因为这个和平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一样，那董事会里面绝大多数是他钦点的人。对，所以是借着一个机制扩大了川普个人的单边主义的作为。那么相对的，中国大陆做的叫做全球治理之友。你们如果关心 UN 的话 ，UN 当然最近很多年一直有人要去改革或者是改造它，因为它的决策的机制太缓慢，碰到了大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缓不济急，包含了委内瑞拉也是缓不济急啊。但是全球治理还是一种梦想，就是人类要把全球的问题放在一个 global governance 的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你仔细把这两个对比的话，一个是和平委员会，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机制扩大；另外一个是在既有的多边主义最大的平台联合国里面呢，创造一些对于这个多边主义更有承诺的组织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组合，就是现在的全球治理。那为什么要进入一个新的这个组合呢？因为当然是原来旧的组织里面包含了绝对的强权，想要退群就退群的。那现在其他的人还要不要留在一个全球的多边主义的结构里面，试图去维系最初的这些想法？譬如说 WTO， 美国大家都知道，很久以来美国就我不管你的争端解决机制，那么其他的国家可不可以在 WTO 减1的架构之下继续施行 WTO 的理想？对，减1就是减美国，只要跟美国有相关的，你得符应美国的游戏规则，你得跟着它的规则走。但是你跟美国没有关系的贸易，你是不是还可以在原先的 WTO 的架构里面走？就是假定说何荣耀来霸凌我，那我跟他做的生意，我就要听何荣。我不会霸凌你。但是我要跟黄回博做的生意，跟 Ross 做的生意呢，我们还是可以在多边主义走。所以 两套系统。对 WTO 减1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那联合国会不会变成这样子？就是美国去做他自己的董事会。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如果要一个的去对抗美国对于他的单边要求，刚才 Ross 也说了，川普最喜欢的就是单边的，就双边的谈判，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双边谈判之下可以赢美国的。对。所以呢，那一个跟他谈呢，都谈不好。大家如果很快要爆群呢，就会被他集体打击。所以留在一个既有的体系里面，在联合国里面成立一些对于全球治理更有承诺的一些组织，对于人类共同未来更关系的事情呢，在这里来处理的话，也是一个 UN 减1。就是美国可以要做什么你去做什么，我们其他的国家呢还可以在联合国这个结构里面包含了最近刚刚有的是 BBNJ， 就是在全球的公海上面怎么样去处理公海的资源，是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那这个 BBNJ 呢，就是全球的公海的资源是属于全人类的，要由联合国来管理。对，你不能自己去探勘啊，或者是去追捕鱼群啊。像这种概念呢，联合国其实还是在试图运作的。所以只要有更多的国家愿意留在联合国的这些可以运作的东西，那至少有一些题目还可以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虽然我们知道
国际法里面对于战争的一切规则，川普现在已经一脚推开了。对，所以不只是 UN 减一啊，这个一当然是美国啊，会不会是 World 就是世界减一才会是一个更理想的状态？因为说要重建整个新的世界秩序，还是说其实是美化了权力的无限扩张？在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呢，现在在这个礼拜呢，俄乌的双方。先来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有一个最新的通报，表示呢，俄军继续向乌克兰的防御区来挺进，逐步呢在苏梅还有哈尔科夫啊这些地区建立了安全区，目前已经实质控制了苏梅州的科马罗夫卡镇。那俄军的武装部队打击了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储存点，还有起飞准备点。另外，俄军防空系统也击落了2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至于乌军这边呢，中央司令啊就说呢，乌军也是部署了，已经部署了由美国 V2X 公司所生产的暴风雨飞弹越野车，也成功击落了21架俄军见证者的自杀无人机。双方现在都在主攻对方的无人机啊，总之呢就是各有战果，然后呢把战果拿出来告诉全世界。但此时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乌克兰的新任防长啊，叫费多罗夫，他就表示乌克兰军队大约有20万名士兵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岗位，或者是因为另外就是涉嫌逃避兵役啊被通缉的人啊，大约有200万人之多。这个数字点出了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快要4年了，越来越没有人了，越来越没有兵了。好，那么就是有人有兵，可是呢，大家都不再想打，想要逃兵的逃兵，想要规避兵役的规避兵役啊。所以俄乌战争也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现在新的战场样态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姜老师你怎么看到无人化的这个作战战略？因为最近都在讲了无人机，未来无人化。对，没有错。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大家就广泛的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它不但可以做长距离的巡逻、侦察、察打一体，也可以支援前线的战斗。那更重要的是，现在中长程无人机被视为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这种高价飞弹的一种很好的替代品，很好的替代品。所以接下来大家都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的潜力，那包括两岸，其实两岸也是如此。现在两岸基本上都在大量的扩充各种形式的无人机，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会比较有一点在以后的这种两岸的无人机冲突面，会比较有一点点不利的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各种政治考量，特别是华府的态度。我们通常会等中共出手之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反击。换句话说，变成中共会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会先发动。那更重要的是，当这个无人机各军兵种都大量使用无人机，那甚至以后中共做蜂群无人机，那我们这边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决定无人机在战场上表现的关键。就不是无人机本身了，而是支撑这个无人机运作的各种的体系，导航啊、通信啊等等。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部分，因为当你无人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可能再用每个人脑去控制，所以到最后是用人工智慧去控制。包括以后中共一直在推的，以后它的蜂群无人机，对，这都是透过人工智慧来控制。它不但可以根据状况决定我这个机群飞行的路径、进入的方向，甚至于在我的机群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后，它会自动去解算说，那我的攻击顺序、攻击目标要不要调整？那这个蜂群无人机靠的当然就是算力嘛。那坦白讲，这一方面，也许我们在数量方面，我们可以很快的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无人机，但是呢，在人工智慧方面，我们要跟中共抗衡。坦白讲，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您在提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载台的问题。因为载台是可以行动的、移动的，就是说有无人机的航母，这是中国大陆有的。对，中共以后也会。那我们就只有固定的在岛，就是这个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可是它就是固定的。而且就是刚刚提到的，通常是中共有开打的主动权，所以中共的东西会比我们的先离地，会比我们先离地。就是它的第一级。对，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被迫承受第一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使得在两岸这种无人机冲突当中，我方有先天比较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进入到所谓的国土防卫战，
那到时候靠的是战术型无人机或中小型无人机的话，那台湾方面这个当然就会挽回一些的优势。对，所以未来的这种无人机冲突是一定会发生，而且状况会变得非常的复杂。确实啊，俄乌战争让全球包括甚至我们身处在台湾，其实看到两岸之间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如果进到了军事冲突，都是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那提到了俄乌的议题啊，最近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表态了。那么他在白宫接受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接受他的专访，他点名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俄乌和平协议的一大阻碍。那同时呢，在这次的专访当中，他讲了很多，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这个司法的争议，还有呢俄乌战争、委内瑞拉、伊朗的局势等等啊。特别提到了俄乌协议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必须让泽伦斯基总统同意。而当提到了普丁，那川普则说呢，他认为普丁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反而是乌克兰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那所以记者就直接在问他说，那你觉得最大的阻碍呢？他立刻就回答泽连斯基 ，OK， 他就点名了泽连斯基。所以现在回到俄乌，现在都希望，就全球都希望看说什么时候能够进到一个谈判，就是和谈的一个格局啊。可是现在点出了泽连斯基啊，就川普的谈判逻辑来看，来研判的话，大使您觉得，因为要让泽连斯基接受这个条件他会有可能提什么样的条件让泽连斯基愿意进一步的推进和谈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和谈美国本来已经占到主导的角色了，他的立场就是完全接受普丁的立场，让泽伦斯基接受，尤其在领土安排上面，那其他都不是重要，还有就是说战后的安全保证，其实领土的部分泽伦斯基一变再变，那么这个有关战后安排这个美国的安全保障部分，事实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因为最后得出来一个就是说类北约式待遇，由这些欧洲的所谓的志愿者联盟加上美国，用他们跟这个乌克兰的双边的协定来达成类似北约第5条的这样子的协议，这样子的一个保证那换得了这个泽伦斯基他们说我不加入北约了，事实上就2大难题，一个北约的问题，一个这个就是领土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本来已经有突破了。可是呢，我觉得就变可能是这个川普认为，泽伦斯基做突破，回过来跟俄罗斯谈，说我已经拿到一半的东西了。另外一个领土的问题，你能没有弹性？就普丁领土是没有弹性的，而且普丁的领土就是说顿巴斯的2个州的土地我要完整的，也就是说顿内刺客现在大概还有20%在乌克兰控制的情况之下，这个和谈下来的话。乌克兰要把那个顿内刺客20%还在他控制的领土要交出来，那普丁给什么？普丁就说好，那我就把我在现在这个哈尔科夫在其他还有这些第内伯罗一些零星占的一些土地我还给你，所以就领土交换。那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川普事实上可能也认为普丁没有弹性不够。所以川普居然说我要对俄罗斯施压了，对不对？谁在买俄罗斯石油，通通25%，然后呢，又把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公司在美国这些资产给它冻结，所以川普是改来改去的。那现在为什么川普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呢？就是因为14号的时候，这个。普丁在俄罗斯参加的活动，他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乱我们真的是很忧心。”不过谈到俄乌战争了，所以呢，俄乌战争的话越早结束越好，希望越来越快结束。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出现在基辅跟这个基辅跟乌克兰那一边他这样讲，所以。记者就去问川普，所以就是说，川普就说顺水推舟这样子。是的，可是呢，这个问题就变，你川普你的立场也不是很稳定，你一下答应了俄罗斯，回过来又跟俄罗斯又施压，那你一下来又泽伦斯基听你的时候呢，你就把泽伦斯基踩在脚底下。现在泽伦斯基不听你的，你要怎么办？因为泽伦斯基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得到欧盟给他900亿的欧元的承诺，钱有了。因为川普手上就2张牌，第一个不给你钱，
第二个，他武器老早都不给了，你要就让北约拿钱来买。对，第一个钱你没有钱你就不要打。第二个呢，他用贪腐案来逼泽伦斯基下台，结果呢，这2张牌现在都落空。为什么？因为欧盟志愿者联盟现在已经同意拿900亿欧元，是2026到2027的你的国家预算跟你的军事用开支。现在昨天那个冯德莱恩还讲，300亿是给你行政支出，600亿是给武器，给2年。泽伦斯基有钱了就不怕了。另外一方面，泽伦斯基已经把国防部长也换了，军队的要员通通换，就表示他地位稳固啊。地位稳固就没有什么改选问题。本来30天，本来可以往那个谈的方向了，现在本来有贪腐啊，结果最近抓了一个前总统，把所有的转到那个女士身上去了。泽伦斯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所以川普抓不住他了。所以再警告一下，所以这边骂街都是泽伦斯基。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就是2个比较一下，普丁跟泽伦斯基，当然是泽伦斯基比较好踩在脚底下嘛，哈。对啊。那普丁的话，当然很难。好，那可是回到战争的本身啊，我们看到已经快要打4年了，这个2月份马上就要满4年。现在其实基辅蛮惨的，因为基辅呢也连日的被轰炸，基辅的部分地区的居民其实现在过着无电可用的生活。现在大家知道还是寒冬啊。这个冬天无电可用是非常非常的困苦的。那乌克兰呢，在冬季啊，他们接收了来自希腊的天然气，抵消因为俄罗斯攻击所造成在乌克兰国内能源产量的损失。而欧盟呢，各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决定他们要逐步淘汰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并且逐步淘汰俄罗斯的石油。液化石油天然气进口呢，将会在2026今年年底要终止。管线天然气在2027年的9月底前要停止。那么目前呢，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的12%，已经远低于2022年在战争爆发前的45%。可是现在包括匈牙利、法国、比利时还是有在接收俄罗斯所供应的天然气。那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呢，则是从2022年年初的26%降到目前的2%而已了。欧盟现在主要呢是从挪威跟美国这些供应商向挪威、美国来采购天然气，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真的还是最大的受益者啊。不过陆老师怎么看哈？这对于这个今后欧盟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现在你不要再用这个不采购俄罗斯的，你就是像美国或者像刚刚讲说挪威的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经济上的冲击会是如何评估呢？短期的话，经济上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它的天然气的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美国的天然气是比这个俄罗斯大概贵30%到50%的一个价格，所以对欧盟国家来讲，尤其刚刚是讲到这个法国、比利时、匈牙利，他们这些长期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这个国家，对他们讲，他们的挑战就很大了。那尤其像德国，以前他是主张要整个废核，那现在他要开始恢复核电。恢复核电过程，它就需要其他的天然气啊、煤啊这些的来作为它的能源的供应。那它这方面对他们影响也很大，所以他们欧盟国家短期的这个能源的成本一定会提高，那一定会增加每个家庭的这个开支。那政府财政上一定会做这方面做一些补贴，那政府财政也会受到这方面影响，就会有排挤的一些效应。但长期来讲的话，对欧盟国家也不能说都是坏事，因为它就开始做一些，像它德国开始生产核电厂了，还有再生能源是不是来再转化？这样对整个欧盟国家的能源是不是更健康？诚如刚刚你说的，本来这个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是45% 是来自于俄罗斯，对，那现在已经降到12%了，那石油降到2%了，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会逐年的降低，直到今年底就不再供应了，那明年9月就不再管线天然气。我相信对欧盟国家来讲，它的经济财政体制就做回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但这里有一个，就是如果它的天然气来自于美国的话，那欧盟国家，那你将来一定会受制于美国，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当初他们受制于俄罗斯，那如果你的能源来自于美国的话，那美国又是用船来运来，所以你船的这些运来天然气，你的这个运输设施成本对储油设施这些都要重新新建。像我们台湾，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储油设施，除气措施，因为我们还要再气化，然后再除气，
那这些设施我们都缺乏，所以人家一直说我们的天然气只能供应10到14天，如果一旦断气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国安有很大的影响。那将来欧盟也势必会受到这样影响，所以欧盟势必要寻求其他的替代能源来作为补充，否则对它将来未来经济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你的能源成本贵的话，你要发展基础工业，甚至 AI 就会有问题。对，您点到重点啊，就是能源的供应其实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哈，因为如果缺电的话，除了民生用电受到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工业用电。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特别在这场通话当中指控乌克兰，说乌克兰出动了91架无人机袭击普丁在诺夫哥罗德的官邸，此事真的是非同小可哈。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在第一时间曾经表示，听到的时候很愤怒啊，并且直言说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会打破了俄乌现在是要往和谈的方向啊这样的一个进度。可这个案情呢，现在出现最新的逆转啊。先是 CIA 的局长叫雷特克夫，他向川普简报说 CIA 的研判呢，这个乌克兰并没有攻击普丁的官邸。接下来就看到了川普在跨年当天，他发文特别转发这个《纽约邮报》的社论啊。这社论是这样写的，标题是说普丁拿遇袭说事，暴露俄罗斯才是和平的绊脚石。所以现在普丁官邸遇袭的事件呢，有人也认为是假旗行动，但不管如何，目前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是乌克兰也好，甚至包括会不会是美方也好，就是有一方是不希望这个俄乌的和谈顺利达成。好，所以整场事件呢，现在陷到了一个罗生门，各说各话。那如果从动机跟目的来研判的话，黄老师你怎么看哈？这个现在一定是有人是不希望俄乌的和谈是顺利的嘛？这个和谈不顺利啊，那可能是对于俄乌战事中间有利的一方啊，因为不然有利的一方可能觉得自己还可以拿到更多，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各位观众朋友，再过50天啊，俄乌战争就打了4年了。目前看不出有可以很快可以解决的方案，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一再的坚持不可以割让领土。目前看起来至少在嘴巴上面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么俄罗斯呢，它在军事上，在乌克兰境内，它是攻势比较明确啊，然后比较占上风的。是。那占上风的要不要现在接受和谈？那就是和谈后的条件是什么？当然，它的主导权会比乌克兰要稍微多一点。第三个就是用91架无人机去打它的官邸，去搞斩首行动。那么除了对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和谈的几率就更低了。那么是不是普京自导自演的一个假旗行动？就所有的逻辑正常理性的来讲，乌克兰没有发动或者用91架无人机去攻击这个普京的必要性。那么因为打完了以后，如果真的成功，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也未必能够改善俄乌战争的整个局面。对，就是我们如果用消去法来看的话，就是美、乌、俄3个国家哈，特别您刚刚点到，如果从一个和谈如果不顺，对哪一方最有利的这个角度来看，对，因为其实川普确实在俄乌战争上面花的精神是比其他的国际事务要多，他希望赶快促成。对，那么而且他的这个谈判首席代表外加他的女婿，有没有等于是风尘仆仆到处去做？所以也看不出来美国在从中破坏导演的这件事情。所以正常逻辑来看的话，那个假旗行动或者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几率比较高，想要去创造一个更僵持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国内对普京的支持，包括这个普京拒绝和平谈判的更多的理由。对，而且其实普丁在之前的外电报道也说，他已经对泽伦斯基下达了追杀令哈，就算将来和谈成了，他也说我追杀到天涯海角。那泽伦斯基听了，你如果是泽伦斯基的话，你一定想说，哇，我躲到哪里可能都会被俄罗斯的这个特务人员给干掉哈。好，那
拉回到俄乌的战场上，现在的战场态势确实也是俄方非常的有利哈。乌克兰的官员在1月2号就指出呢，由于俄罗斯军队持续的推进，所以乌克兰呢已经下令将扎波罗热还有第聂伯罗前线地区总共有3000名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来撤离这个地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就分析，认为俄军在2025年全力夺取顿内茨克州剩下来的部分，以及呢在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北部建立的缓冲区作为首要的任务。可是到2025结束前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这些目标。所以那当然接下来会不会就是2026继续的往这个战略目标来推进？整个2026的战场上的趋势，刚刚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再过50天左右，这个2月26就是要满4周年了哈。这个仗打得太久了，你又怎么看？从2月26号就是4年前了哈，这个开始打的时候，其实俄军的做法到现在其实一直都一样啊。其实他们就是南线跟北线，也就是说所谓的以这个以顿内茨克苏梅这个地方算北部嘛，还有哈尔科夫这第3大城为目标的北部战线，跟南部战线就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这一个地带。那现在其实因为整个战场非常的广袤，而且双方的坦白讲，就是以这个所谓的损失的人数来看，其实非常惊人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消息都在讲说，不管是乌俄双方都在采取新的征兵的作为，也就是他们人力其实已经无法去真正的控制住2个战线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整个作战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南北不断的去转换重点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突破口，想要造成这个所谓的大范围的控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也就是2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面临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讲乌俄谈判的时候，里面一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它其实要退让出它无法控制的领土。其实大部分谈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乌东2省的部分哈，其实应该会这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很难全身而退，说我不割让任何的土地。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即便短期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可以把这边的占领的这个所谓的俄军给驱逐，可是它是没有能力长期稳定的控制，因为整个2国接壤的这个战线实在太广袤了哈。它只要像譬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在另外一边这所谓的扎波罗热跟第聂伯罗这边的前线地区还要撤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的部队守住了北边，我南边就出现空防了。我南边的这个地方就是部队就不够去守护这个我们一般的那个民众的城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都说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你乌克兰总是要确认就是我的实力。我还是不如不要说实力，就是说在军事上，他当然得到了很多这么重大成果。我认为以乌克兰这么小的国家，它相较于这个俄罗斯是一个小的国家，军事小国，它能够达到这样子，我认为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很多人说他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对，的确战争都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他能够坚持至今，他要结束战争，他就去痛下决心，就是我真的如果控制不了的范围，我无法给人民保障承诺的这个范围，我可能就得割让出去。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泽伦斯基讲的这个所谓的10%。而且现在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前线的兵力是不足的问题。对，今天你调到北部、南部就缺了嘛。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流动，就是说调来调去，其实你就剩这些人而已了哈。所以我才会说，不管怎样，俄军其实也一样的情况，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乌东2省他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他有去实施行政的一个过程了哈，他甚至在里面还有发动人民的公投，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如果能够有一个政治的说法，或者说借由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所谓的控制范围，跟俄罗斯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真正能所谓走完这个最后90%的这个10%，行白路半90%，这10%去把它确定下来之后，我认为对这个战事结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我们常常讲说，军事跟外交2个方面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其实对乌方现在是极其不利啊，所以才会赶快的撤离。外交上面也是啊，这个美国提出了15年的安全保证，但是15年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本来原先这个乌克兰希望能够争取30到50年，但是就是谈不到嘛，就没有筹码嘛。那现在也看到了俄罗斯的威胁呢，其实不只是乌克兰啊。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啊。这张让大家知道一下俄罗斯它周边的国家，因为特别要点到的是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还有包括波兰哈。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位置哈，因为呢，波兰的国防部次长哈，他最近就表示，说这个要斥资20亿欧元在东部建构一套全新的反
无人机的防御系统啊，预计在24个月之内要完工。好，先来看他们的相关位置，因为俄罗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接壤的地方，哈，乌克兰在这边，俄罗斯，哈，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飞地，哈，为什么大家会提到飞地？加里宁格勒，因为现在包括了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也是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这3个国家都非常的担心俄罗斯的威胁哈，因为不只是俄罗斯啊，你看南边立陶宛还要担心的是白俄罗斯，波兰也是，波兰呢因为邻近非常的近，所以它当然的威胁感就比起西欧的像德国啦，甚至包括英国啦、法国啦，当然威胁感就更重哈。好，那所以呢，讲到了除了反无人机这个防御工事以外呢，波兰现在也在跟就是跟刚刚白俄罗斯。啊，还有呢，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啊，这些接壤的边境哈，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来建立一个什么呢？要修筑代号叫做“东方之盾”的实体防御工事。那像在刚刚提到的3小国哈，就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啊，他们也在积极建立这个167啊国际干道波罗的海之路。这条路呢是从波兰直通波罗的海3国，同时临近这个苏瓦乌基走廊，被北约认为是可能在这个冲突当中啊，就是未来的冲突可能会变成关键瓶颈的战略地带。胡老师，我请教哈，因为现在大家在想是。俄罗斯也许有能力，可是俄罗斯的动机在哪里啊？我要特别问的就是，普丁会决定真的要对北约东翼，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真正会下手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乌东的一个战事哈，俄罗斯可以拿到这个他的一个战果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把乌东给拿下来，然后也确保了早就已经在他手上的克里米亚。那先取得这个黑海，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苏联解体之后，对不对？然后这俄罗斯基本上它等于这个它的海权都被断掉了，因为它有2个地方，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黑海，另外一个就是波罗的海哈。那当然，它黑海就透过这一场的乌东战事，它已经取得了这个黑海的一个控制权。换句话说，它可以重出黑海。这以前是这个苏联的这个海军的一个重镇嘛，都摆在这边嘛。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波罗的海3小国。这个他所扼住的这个俄罗斯往这个波罗的海走的这样的一个通路。不过，如果是普丁这个他继续乘胜追击的话，这个他可能会犯了这个就是说在外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了。那这个就是说会坐实了整个这个就是说现在整个北约所指控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在整个乌东地区这个国际社会看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侵略，你们用的是绥靖政策。那只不过是 encourage 他这个继续的在欧洲去做这个扩张。那我想这个对普丁来讲的话哈，他经过这4年的一个损耗哈，他虽然拿下了这个他战场上面的成果，这如果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攻势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乌克兰这个要反攻整个乌东地区是有困难，因为他的这个除了南北战线这个他没办法首尾兼顾之外，还有一个他后勤几乎都被截断了。没错。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他只不过是怎么样这个去创造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谈条件，还有一个泽伦斯基如何的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对不对？他能够有个这个栖身之处啊，因为他如果真的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在举行总统大选的话，那他也应该是会这个交出政权哈。OK， 那就是说现在的这场战事应该是会结束，说结束之后的这个俄罗斯哈会不会如这个一般的这个像很多欧洲的评论讲说他会乘胜，说这个普丁会食髓知味，乘胜追击。不过我们从普丁现在的一个这个做法上来看的话哈，我认为有一个国家才是紧张的哈，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你看哦，这日本在这一次的这个2025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义之剑的这样的一个这演习之外，它北边的这个北方四岛，对不对？它马上这个从现在开始的2个月的时间，它几乎。俄罗斯它是埋锅造饭对不对？在那边这个他要去进行一个军事演，这是一个军事演习之外，这个基本上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战略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宣示，就是俄罗斯这个除了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在黑海这个地方之外，他要再重新回到远东。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冷战之后，虽然我们讲这美国对不对重返亚洲，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句话怪怪的这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边啊，对不对？真的离开整个东亚的是
俄罗斯吧。那俄罗斯现在如果他乌东这边他取得了他的一个成果之外，从普丁现在的一个军事布局的话，他要这个去加强他在整个这个等于是就是鄂霍次克海这边，就北方四岛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些岛屿的一个控制。这对日本来讲，他会陷入一个战略困境。为什么？就是说日本在这个过去我们看从近世以来，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他最在意的一个威胁就是俄国。那这个俄国又回来了哈，而且就是说，不止俄国回来了，它的南边的中国大陆给它的一个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它在日本历史上，在近代的日本历史里面，它从来没有遇过的首尾两端同时受敌，而且这两个敌是很大的国家，而且都是核武大国哈。对，所以这个才是日本的一个麻烦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哈，现在最不想乌东战事停下来的国家是谁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高市早苗他才不希望你乌东战事停下来，你最好把俄国困在你乌东。所以，如果我们从俄罗斯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现在对于欧洲这边的压力的话，是希望透过军事上的威胁去创造自己在外交上谈判的空间。